其实《孽子》这部小说，在我念书的时候就看过。那当时我想对里头的一些，你说最尖锐的同志的议题好了，其实它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在那个年代，可是后来其实工作以后也重看了一次哈。那我发现，其实我看到的角度更多一点，就是说，你发现它里头一些属于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温情，是在现代里头已经一直在失落当中的。那你再也找不到那种属于人跟人的温情，不管是那个温情是悲伤的，还是说是一个比较。稍微张望一下哈，就拉着距离是一个也许不舒服的一个结局，可是，那个里头都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真感情，不管它是愉悦的还是悲惨的，那你从这个小说里，你真正看到属于人的真的情感，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想。小说里头那些人物交织出来的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温情，是我觉得我想拍这一部小说最大的原因啊。一个导演，你要去在一部作品里头去诠释，几乎有40几个角色，我相信一辈子大概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那这一部小说提供我这样一个，就是去创作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因为这些因素，让我觉得我很想把它完成。其实，同志的那种议题的耸动，对我来讲不是我所要琢磨的。那我看到的是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的剧情跟场景，譬如说，小弟蛙去找他妈妈的时候，然后站在剧院里头，踩在那个板凳上，喊着妈妈哈。然后龙子跟阿凤的故事哈，龙子杀阿凤的那个过程，其实很多影像上充满了那种，在我脑海里面充满很多很鲜明的影像。当然，纽约的拍摄也是一个纽约的拍摄，因为我一样回归到一个整个制作条件上的问题，所以你怎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然后我们几乎只有3天的时间，2天看景，到达美国，然后看景，然后找演员，然后之后第3天拍，然后要在2天3天内把它完成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一部电影90分钟，可能2个月完成。那其实我们这个片子等于是10部电影，可是你要在6个月里面全部完成。那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压力还有压缩的时间，其实是很巨大的。另外就是一些特殊的场景，譬如说
大台风啊，然后淹水啊，然后甚至于就是某些那种场面气氛的营造，其实都在这一部小说还是说这一部作品里头都遇上了。所以其实我想导演的工作大概就是解决难题，然后去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最好的选择，去当下做一个决定哈。这个其实就是导演的工作。那这一部戏就是把10年的会遇到的问题都在6个月把它解决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难题。我很喜欢《镊子》这本小说，我自己看完小说，我是觉得很好看。那演这部戏的时候，相对其实蛮期待的。现在也很想知道，整部戏剪出来20集之后会是怎么样一个表现的方式。我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家住哪？我没有住家里。哦，老家是吧？他是在四个男生里面属于比较内敛的那一位。然后很多事情都发生在他周围，可是他却要跟着他们一起去经历他们发生的事情，在他心里面的感受会来的比较跟事件一样强烈，我觉得。你免惊啦，我伫遮啦。高兴啊，才几岁尔，带恁小弟来到夸父团，莫给我看着哦，等你。开始的时候比较不知道要怎么让自己进入这个角色。我原本想的很简单，就只是把喜欢的性向变一下，把男生当成女生那样的喜欢。可是，在碰到真的是同性恋的人，然后跟他演那场戏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原来要让自己变成同性恋，还不是你说要变就可以变的。对不起，我忘记一个，我现在想起来了。在实验室跟赵英那一场，还有连着那2场我都印象蛮深刻。弟弟去世，然后在医院抱着弟弟的尸体，不让他们把他推走那一场。不要推他走了！走开啊！走开啊！走开啊！李娃，冷静一下。走开啊！你冷静一下，哈。其实在李青这个角色身上，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真的太少了，然后也就这么几件事情是在他身上。那这些事情里面，这2场算是情绪比较高的戏，印象比较深刻。我比较怕哭戏。我怕我哭得像演的，所以我很怕哭戏。那这个镊子里面，我有好几场的哭戏，情绪比较激动的，情绪悲伤的，情绪愤怒的，
都要流泪。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了。我自己演的这个角色，他叫无名嘛，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的认识是知道他叫无名，然后到后来看小说，然后还有就是心情有帮我们找资料，对，就来分析无名大概是什么样的角色，他说可能是类似像双鱼座的，对，那。对，我们就最开始我是这样子去了解他的个性，那到后来我开始在更就是去看小说之后，我觉得无名他可能，其实我觉得这一群人他们基本都有一个个性，就是他们是比较压抑的，对，然后无名他不但压抑，而且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和平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对，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可是他在某些方面他又很勇敢，在于追求他要的，就是他在追求爱情方面，就是他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又是非常的勇敢。可是你说勇敢，可是看起来好像又是很愚笨的。我有交代你这么做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擅作主张呢？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听懂了吗？那是一种，我觉得好像就是转化吧。我就是瞬间，我把一个男孩子，我把他看成是女孩子或什么，就是好像是在告诉你她是女孩子，她是女孩子，她是女孩子，她是什么的。我会，可能这方法就很蠢吧。对啊，我就会一直在心里头，在或许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会在心里在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样子，一直告诉自己我是爱你的。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好，我们眼睛都给你看了我一头汗。我心想你还急？今天的豆瓣鱼的味道。其实沈大哥他说你今天晚上做的豆瓣鱼的味道，不输给峨眉餐厅。他教我很多，他不会去纠正我什么或什么，他只会告诉我说，你或许这个地方你应该可能要怎么样一点。或者是或许有点什么样的动作，或者什么样的动作，别人更能感受到你的，更能感受或体会到你的情感、你的感觉。对，就是陈大哥教我。那其实我这样新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演的是小玉，王小玉，然后。这角色的个性就是，因为我有听剧组的人说，白先勇老师说他的星座是水瓶座，然后后来我有去了解一下水瓶座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个性，就是水瓶座的人就是很直接，然后比较自由一点。你一个晚上给你多少钱？令赏吗？我是不要他的钱的。虽然他外表看起来花枝招展啊，然后衣服都穿得很漂亮，但是其实我想他是很惨的一个小孩。然后我就必须去了解说，他有那样子的心路历程，然后可是他又必须让自己给别人的感觉是他很好，然后他很有希望，他对于生命的态度是积极的，然后他永远不会觉得说自己找不到爸爸。他觉得自己以后一定能够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人家瞧得起我，你说我要不要奋发向上？等我在城做出点成绩来，说不定令赏看我有出息，等东京总公司跟你有机会，你就可以调到日本去了，对不对？对。可能真实的我不是那样子的人，所以我就要去适应说，如果状况改变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处在角色状态里面，而且说话还能够那么舒服，要让别人觉得说，哎，你就是那个人。你干什么谁？你敢打我？你啊！别动，别动！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我都好紧张，我每一场戏我都很紧绷。然后演到后来，导演就说：“金奇，你要对你的表演有自信。”
然后这句话其实在这几个月的拍摄过程里面，我都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就是很多人都说，觉得你很像小玉，觉得我很像小玉。那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演出就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候，其实反而不是那么容易。我记得我跟那个令桑，有2场戏，我觉得蛮印象深刻。那我觉得导演手法我很喜欢，就是他让我们的相遇啊，就是我们相遇之后，我发现说他不是我的父亲的名字，但是我还是想去看他。然后我们在电梯里面我就一直在观察这个令桑，然后导演让我在最后的时候，就是令桑终于要回日本了，然后小玉要送行，在这个电梯里面，小玉拿着令桑的行李，心里非常难过，然后就放声大哭的，就是因为现在出了这个电梯之后，他就要跟令桑分别。那我觉得这两个镜头，我非常喜欢，就是第一个是相遇的欣喜，然后第二个是离别的悲伤。然后还有就是跟那个丽英姐，她演我妈妈，然后我去跟她说，终于要去日本了。在那一场里面，我就觉得，就是我跟妈妈这样子讲完，然后我希望妈妈能够好好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在跟我妈妈说，你要好好的哦的那种感觉。你唔通喺踮喺外国死过丢人。然后我就觉得，我有表达出那个感觉，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是跟另外一个角色一起完成的。然后我就觉得好舒服。我不晓得别人想象中的我的角色小玉是什么样子。How are you? I'm fine. 我是 My name is 小玉。Hello. I'm her brother.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强烈的自己的印象，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创造出一个我自己的小玉。看了小说之后，发现为什么他会叫我选老鼠这个角色？因为呢，就是跟我一样有点嘻嘻哈哈啦，然后有时候很无厘头啦，那讲话不经大脑啊，这样子的。什么名字？老鼠。蟑螂嘞！我问的是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啊？赖阿土。原来你叫赖阿土啊！我就要甲考试，你有人去买啦？去啦！那个，你要干嘛？很舒服的。不要啊！好，不能烫。所以刚刚我说要用冷水，我赶紧把它弄灭。他杀下去的时候都还没有这样子，突然间，里面喊咔之后呢，就开始。所以我才说要拿湿毛巾预备的就是这样。然后呢，在这部戏，我觉得最困难的呢，就是导演要我讲台语，因为我台语能力很差。那人没要啦。哎呦，好多啦。摇贵又该塞里而已。然后呢，那时候我看完脚本的时候嘛，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就先问导演说，导演，那这种讲国语应该可以吧？或者把它翻成国语的感觉。导演说，不行啊，因为你在那种家庭的话，你跟哥哥都讲台语。然后说，那我要讲台语，那我要复习台语一下。然后呢，我就找副导他们，然后陪我讲台语。我就一直念台语，念得我很痛苦，因为我完全不是讲台语的料。拜托，对你拜托，我跟你拜托，我是你兄弟。在演我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哥哥跟我打架嘛，然后打架又要哭，又要闹，然后呢那几天我几乎每一场只要是哥哥有哥哥的话呢，我就是全身伤，因为都要被打。
然后呢有被打呢还要哭，要哭得很惨，反正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然后全身 OK 啊这样子过完那几天，所以那几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对啊。我的角色其实我是噪音嘛，那其实我的角色只有前面1、2集这样，对，那我跟阿青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是很好的同学这样，然后就是平常在学校其实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因为在地蛙死掉以后，那我安慰阿青，那阿青可能原本对我会有另外一方面的感觉，这样。那我自己是不清楚我自己，就是还不清楚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哎，美腰的，干嘛？正不正？没你妈正，正经点好不好？所以就在那一次，可能我比较被动一点，那他主动。后来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啊，因为他是我好朋友。后来我们2个就有一些关系，这样。当初被发现的时候，我甚至排斥他，甚至怎么讲，就是距他非常远，这样，就是距他1000里之外，这样。刚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平常我们在演一些戏的时候，当然他不会给我们太大，不会给我们太多的限制，然后除了一些话我们都照着剧本讲以外，其实有蛮多东西导演只是跟你讲你们现在的情境是怎么样，那你跟阿青是怎么样，他跟我们讲他想要的那个感觉，那剩下就是等我跟阿青怎么样去撞出那个火花。那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方式的。帅哦。没有啦，那是去年我爸他们合作的时候吃尾牙的时候送的。穿这件去打篮球一定很帅。想干嘛？啊！干你锁得住了吗？给我管我！扒你火锅，扒你火锅！我跟他演戏，其实我觉得他很棒，对，然后他的节奏比较慢一点，可是我常常会被他的那种节奏，就是会带着，我会慢慢进入他的那个节奏，就是也是慢慢的这样。妈妈吃一下哈。这部戏场景很多，将近有70、80个场景。那整部戏我觉得颜色我是尽量把颜色抽掉，尽量让它灰，让它淡淡一点。对，我觉得颜色太多可能表现不出了那个年代，然后那种气氛。所以他找很多废墟，我觉得虽然是废墟啦，要清很多东西，要清很多垃圾，可是没有人理你啊，对不对？然后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啊，然后时间又够啊。对，我觉得这样子做起来比较没有压力。对，然后时间上够。对，我觉得这样子非常好。第一戏院第一次跟导演制片去看，真的吓一跳，觉得那个戏院真的不符合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它是在差不多70年左右重新装潢，啊，我们都不知道它装潢的里面内层是什么东西，对。所以当我们把整个外表的甲板全部拆掉以后，对，才那个原貌才会跑出来，对啊。所以那时候左右邻居跟我讲啦，他说他们小时候看的戏院就是这个样子，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放心、很开心这样子。绿月家是因为他在5楼，
然后又没有电梯，然后我们刚看景的时候，一进去真的吓一跳，它里面房子堆得满满的东西，这样几乎有差不多5年的时间都没有人住，对，很乱很脏，那种感觉一看就很头痛，这样就是很脏乱呐，然后东西很多，你要先进去要把那些东西清掉，然后打扫干净，你才有办法去摆你所要的东西。你没有抓到那个点，要不我要去。那比较难走。3楼哎。我还找了一个临时工，2个人把那一整条街、整条巷子把那个泥土全部铺好，全部都是烂泥巴。先放泥土，然后再放水。哎，小心！没想到这个坏，还骗你的真心。哎，它这到底是石灰哦，还是沙子？放水之前，你还要先把旁边2条巷子全部围起来，要不然水会流掉，泥巴会流掉。对，然后要铺泥巴之前呢，你要铺塑胶布，对，那样水才不会往外流。就一整条街这样子，我们2个人就这样苦干，这样干了好几天这样。所以做起来、拍起来，觉得那个效果有的时候有出来，感觉有出来的时候，那个辛苦就忘记了。他的个性，其实他本来并不是了解到他是一位同志，然后认识了这个马志祥所演的这个阿凤以后呢，他才发现到他自己真正的本性。走啊！我也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在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范里面，然后就这也让我想起了有一部那个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啊，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染房整个是土灰色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染布却是非常鲜明的一条一条，而且很鲜红的一些颜色，所以就可以我不晓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方式，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了解？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他是在那个，他是一个，其实王奎龙是一个非常，我相信他有他很多的多才多艺的地方，他对生命的热爱，或者他绝对不会是跟我们是，我相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我觉得他呢，就是在一个大的环境时代里面，然后就是生错了年代。如果说他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的话，他会是比较怎么讲，比较开心的一个人吧。他有没有面子？我觉得王奎龙这个角色不好演，真的不好演，而且他又是非常的压抑。那本身曹瑞原导演他并不是希望演员只要有很夸张的那种表演。哥，对不起，有飞机。不好，不行，你眼睛又瞎掉。所以，当我在做王奎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那些戏，就比如说是父亲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是我在世的一天，你这一走，我在世的一天，你永远不许回来。你听着，你这一去，我在世的一天，你不许回来。那时候我是面对着这个父亲，然后我转身往外走的时候，父亲把我喊停了以后，叫我讲了这句话。父亲要我讲完了以后，那我又不能很大的嚎啕的哭，可是你的眼泪要一直不断的要一直流，要一直流。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的经验会
告诉我，就是真的是比较难去完成这个东西。可是现场气氛不错，我跟曹导也合作的感觉不错，蛮好的。那我们有做到这些东西。几乎每一部戏都要考察，可能要演喜剧啊。阿凤是一个，他的生长环境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人。那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塑造出他的个性，就是他会习惯用一种面具来对待外界。他并不会拿出真诚的东西来跟外界接触这样子，他总是有戴一个面具，然后这个面具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的，我认为是暴力，他会用暴力来对抗这个世界，然后他并不轻易相信别人，这是我认为他在这个角色里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色。阿凤是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一个人。我认为是，他天生就这样。你去找人打听一下，我阿凤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天生野种兼备。其实我刚开始在演的时候，我有花很多时间去，我不要讲揣摩这角色，我有花很多时间去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是不是变成阿凤，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尽量在我私生活底下，我做我自己不常做的事情。然后最明显的是眼神，对，我周遭一些好朋友，在我演了这部戏之后，都觉得我变了，尤其是眼神部分，他们都说我觉得我好像变得不怎么开朗，然后变得很沉很静。阿凤的胸口有个刺青，是一条缝。啊，这个缝几乎每三天就要去画一次。然后这个缝，每当我看到我自己身上有缝哦，我就哇，阿凤回来了。我觉得这个造型对我来说，像头发长长的这样，每穿衣服都露胸膛，桀骜不驯。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被龙子捅那一刀那场戏。第一，很冷，那个时候要下雨。那第二，我那天状况很差，我知道我自己发高烧，那是第二。第三，来呀，来呀！我从来没有演过死掉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他这种人基本上是比较活泼的，他所以他在那里带一批孩子，那么他也比较喜欢年轻人，所以就一直在新公园呐，跟这种人我有几个朋友，所以我比较容易去找到这个典范，大概我比较知道一点。杨师傅，这回可真是好久不见了。警官，好久不见了。哎，听说你夫人要生宝宝？是啊，托您福，前几天临盆了，是个男孩，母子平安。哎呀，恭喜恭喜！我今晚我劝你啊，好好检查一下，不要生个儿子没有屁眼，我不出屎来哦。我不笑一样啊。师傅，您这张嘴啊，可真是越老越贱啊！
我收集我曾经碰到过的，我年轻时候遇到过的，我们也跟随那些人在所谓的洋教头这一类的人。那这一类他是因为，比如说失去家庭呵护的这一批孩子，他们遇到这种教练。那么我比如说，那不是到新公园的孩子，难道说学校里没有体育老师，没有这个心理辅导老师，没有这个训导主任吗？我想他大概都有这一类的带动性的人物啊，对年轻人，大概每个人心目中总有几个教练、教头了，也不同就是了，也许名称不同，但是每个人心目中多少会藏一两个对长者的东西，对不对？我是这样是看法了。这个小子你啊，出状况还瞒着我，你还把我当师傅吗？师傅你在说什么啊？不要装蒜了，要不是小雨告诉我，我不晓得被你瞒多久了。小雨你多嘴了。你呀，出道不久，胆子还不小。像王奎龙那种家伙，你怎么能招惹呢？王杰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位老演员，他在里面演的是傅老爷子。那么我跟他演戏的时候，那这个傅老爷子到最后啊就牺牲掉了，就他年龄大了嘛。所以我跟他对戏的时候，第一个我对这个演员很尊敬，第二个我对这个角色很尊敬，也是白教授啊，特别创造出一个希望在社会上有家庭温暖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演了他过世的，他有好几种的这感情都集合在，所以那天演的时候，一方面老演员演得也好，二方面就真的很动情，对这么一位老人这样的，那个我倒是，那天确实，而且好像当天拍完了以后情绪都不是很好，几乎入戏了。我们这一辈子，你演过几个这种经典大戏？如果有机会，找到你了，根本义无反顾，必须要，就是说不能缺席。果然我没缺席，这是最快乐的事情了。我是个将军，退役的将军。那么培植自己的儿子是费尽心力，而且这个孩子也非常争气。在军校里边品学兼优，一毕业以后就派下部队，没有多久就升了排长。这个孩子可以说是傅老爷子的一个指望。那么就在他父亲生日的那天晚上，举枪自杀。他是从阿凤那里晓得他是育幼院出来的，所以他就到中国幼儿园去，就把他的剩余的一些感情就寄托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有一段时候等于是公园这些孩子的守护神了，因为李新富也是军人啊。我记得有一句话是非常好的，你有没有为他想？他选择走这条路，内心里是不是也经过一番争？他自甘堕落，不学好。10多年来，我全心全力照顾他，赞美他，我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他身上，他却总是对我做下面的事。我最后记得他说了一句话，那么也引起了他父亲非常的不高兴。我了解你的感受，可如果这是他血里带来的，他这样做是不是也情有可原？将军，请自重。我们都是伤心的父亲，可是我比你绝望。毕竟你的儿子还在人世，试着去谅解他。如果你觉得
一生效忠的国家，让你变成无依的孤臣，你又何必一定让敬仰你的阿青成了罪无可赦的孽子？因为他对阿青也有特殊的一种感情。不管他嘴里怎么说，他心里……所以我记得有一句词是：“回去看看他吧，就算是成全老爷子这辈子最后的愿望吧。”像这些对白，也都把傅老爷这个角色的个性显示出来了。王叔加油！王叔，王叔，哎，王叔，哎，王叔，王叔加油！王叔加油！大家都等着呢。加油！我们是希望拍出来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某一个环境的社会现象。那所以他希望呈现出来是整体面的，而不是特别强调在某个人身上，或者是甚至于是那4个年轻人身上。他希望是比较整体的。所以在服装上来讲，我们除了掌握那个年代的服装特色以外，那我们也是有加一些比较基本的元素，服装的基本元素在里面。在阿青的身上会比较有一点点难，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的个性本身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小孩。后来我们就跟导演讨论，结果我们就是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东西在他身上，以便区分，像例如是格子的东西啦，对，那就会比较把他的那种把他的那种本质表现出来。吴敏其实角色其实有一点点感觉上有点弱势，我觉得啦。张孝全本人又蛮高大健壮的，他的眼神很温和，所以在服装上呢，我们就让他是收回来的，就是不以他的体型为主，反而是以他的这个角色吴敏的角色为主。其实小玉是我觉得从头一开始，我跟导演还有甚至于助导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是最容易捉捏的一个角色，尤其在服装上。那再加上金琴她本人的特质，其实跟小玉这个角色我觉得非常的 match。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做她的服装的时候，其实是最驾轻就熟的。现在我们所设定的老鼠的服装造型来讲，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层次比较低一点，然后比较甚至于我以现在眼光来看，其实是有一点点比较下阶层的社会的那种穿着方式啦。我常跟他讲说，其实你最可怜的，因为都要穿得最丑最邋遢。阿凤这个角色啊，她的个性非常鲜明。这个红色的衬衫是导演的 idea 啊，因为他觉得阿凤的个性角色，他希望就是给观众一些很强烈的 image， 所以阿凤在里面几乎90%都是穿那个红衬衫。后来我觉得其实这个导演后来这个部分让我觉得蛮佩服的，因为可能他在掌握演员方面，他也蛮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去年，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大概2、3月的时候，然后，曹瑞仁说他要拍白先勇的这部小说《孽子》这个小说，他说你去买一本小说看一看，看看里面那个场景的感觉，大概有个心理准备的。那当我看到70页的时候，我已经觉得看不下去了，我就把小说丢到一边去了。我觉得那个要在台北拍这样的东西，
根本不太可能，因为故事内容牵涉的场景太多了，那而且全部都要在台北里面完成，因为它有都会的感觉，有那个年代的感觉。那你觉得要完成这样子的一部片子，简直是天方夜谭。其实我到了要开始筹备前1个月，我还在挣扎了，还没完全答应导演说我要接这个东西。那因为还是觉得它有太多的问题将来会产生。那当然在导演他一直在跟我讲，他不会那么麻烦了。其实好像上当受骗了，觉得，因为实际上跟导演合作的10几年，我太了解他想要什么东西。一般人都会认为台北都会这样的一个地方，人是比较冷漠的。你要借一个景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台北人并不是那么冷漠，你只要好好的跟他们沟通，然后把你所有的需求，然后跟他们一一的去说清楚、了解，让他们去很清楚你要什么东西，你要拍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会衡量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拍，然后你的诚意在哪里，将来你的善后工作是不是可以，你可不可以帮他们做一个整理完成？所以说，应该是台北人还是有他们的热情在那边，每个场景都有它很珍贵的一些地方，其实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地方。因为台湾就这么丁点大，这些场景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也很难取得。那如果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破坏了，将来就可能人家就不愿意再接了。那所以说，我们每个场景你都要小心翼翼的去使用它。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这次的工作 team 里面，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整个 team 里面有年轻的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他们有一股非常执着的热忱在里面。这些热忱去推动，我是觉得这群年轻人他有这个热忱，有这个执着，然后就推动了这些几个比较专业的老人。如果没有这群年轻人在里面这么有冲劲，我想搞不好撑不了半年，大家都挂了这样。就演员部分，我是觉得一个这部戏最大的一个，我觉得非常的，觉得自己完成一件事情，因为我一直很想把很多属于台湾很棒的演员集合在一起。那这一部小说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然后真的让我实现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把很多属于台湾很棒的演员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完成一部作品。你从刚刚就没有坐下来好好吃，这样围炉有什么意思啊？不要紧啊，你先去吃啦。这包子吼，爱很菜也唔吃偷好吃啦。哈，已经很多菜啦，那有啦。小长狗，哎呦，你死到临头了，你嘴巴还那么硬啊！我没事让人认出我是酒吧女干嘛？小玉是透明玻璃，这个阿青，阿青你是毛玻璃，那不管看不看得透，通通是玻璃。我讲了一个押韵的话。这只小麻雀，14岁。就从花莲流浪到台北，他呀，撒谎、偷东西，什么都来，还会勒索，你知道吗？这张照片他本来不让我拍，我拿1桶冰淇淋跟他交换，他才答应的。行吗？
光看电视学得会了。行啊，你上次吃那个狮子头，也是我看傅培梅学的啊。小易啊，很乖。这几天啊，当我的向导，带我去看了很多地方。台北啊，我全都不认识。 30万年已经过去了，咱的梦早就变成乌有。然过我一世人，从来都唔捌将你林慕容这个好朋友，甲你放袂记。他那么香干嘛？说的谁啊？医生还是隔壁床位的、啊？哎，你莫名其妙吃什么醋啊你啊？吃醋？哎呦，老爸，那个手凉冰冰的。干嘛呀？我养了20多年，现在你硬逼着我接受这个事实，硬逼着我，我自己咬舌头了。这就是咱的命，咱就爱认命啦，爱看看，啊无你后摆日子是要哪过落去？我食了这济回啊，将来都唔捌看到讲有人安尼靠我这尔绝望，这尔痛苦。这样吧，改天。 圣公给你安排，到我公司去试个镜。真的，圣公，我就知道你最疼小玉了。对你们这种所谓是感情吧，那我在心里头实在不能够认同。可是我也没有力量改变。不过我也尽量的来说服自己能够接受。 上好吼，这摆生的是查某啦，我到时候苍蝇外公安尼就麻烦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丢尽了我们王家的脸了！你要把孩子打死是不是？也看看你家的儿子，他老人家呀，这个心痛的毛病，要是半夜里犯了的话，头上的汗呐就会像黄豆一样大。我正指挥水手们搬运货物，突然呐，脚底下一滑。 好像有人推了我一把。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台湾没有演员哈，那我是觉得说台湾有一些演员，然后他们的一些演技也非常精湛，只是在现在目前的环境没有一个机会。那这部戏集合了这些人，然后一起呈现在这个作品里头。那然后呢，这部小说里头的所有人物。 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给读者一个，如果你看过这部小说，会有一个给读者一个很大的一个 surprise，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演员真的像小说里头走出来的。就是不会看没关系，但是只要你愿意学，应该都学得会哦。就是你不会，现在马上讲，马上有人可以教你。 那如果说到后来要拍你还是不会的话，可能就真的邀请你回家了。所以把握任何学习的机会，不会马上说我不会，我要学，好，一定会有人把你教到会，好不好？跟着歌词唱。